大家好，这里是环球财观，一个用数据解读金融背后故事的频道。很多人一听到日本前1%，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受？是不是脑子里立刻浮现的是在东京塔附近买了高级公寓，或者是买了豪车的印象呢？但我先问你一个现实的问题。如果你在日本退休的时候有3000万资产的净资产，约合1440万人民币，你觉不觉得自己很有钱？大部分人说不算吧，顶多不穷。毕竟在中国一线城市一套房产都几百万。但接下来我们用最真实的数据来看，这个直觉有可能是错的。今天我们所讨论的都围绕着一个词：净资产，也就是说，家庭全部资产减去全部负债，就相当于真正能用于养老、扛风险的钱，不是你的年薪，不是收入的感觉，而是你不工作也能活下去的底牌。先看一组日本的官方的数据，日本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总额已经创下了历史的新高，截止最近统计约合2286兆的日元，比上一年增长了约4.9个百分比。这个数字听起来非常夸张，但它并不代表每个家庭都很富裕，因为资产分布是非常不平均的。根据统计局的较早的统计，日本全体家庭的资产中位数大约是2498万日元，约合人民币111万。这意味着一半的家庭资产低于这个水平，而少数超级富裕的家庭把平均值大幅拉高。也就是说，日本整体很有钱和日本普通民众家庭很有钱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。接下来进入问题的关键，日本并不像美国有官方定期发布的净资产百分位表，所以我们只能用一种更接近研究机构的方式来推估。根据野村综合研究所2025年发布的数据，净资产金融划分为1亿日元以上但低于5亿日元的富裕层，5亿日元以上超富裕层，而这两类家庭合计约165万世代。那么日本的这个世代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家庭的意思。另一份研究则进一步拆分，超富裕层5亿以上，约合11万左右的世代，富裕层约150万左右的世代，半富裕层约400万的世代，上位群体约1300万的世代，而其余家庭数量更多，但资产规模就更低了。这张结构图非常重要，因为它直接决定我们后面如何推算前10%、5%和1%。先强调一句，接下来不是精确到个人的断言，而是基于公开数据合理区间的推论。从刚才的分成我们可以看到，3000万资产以上的家庭已经明显减少，进入上位群体以及以上，就可以进入全国的相对上层。因此合理推估，日本前10%的净资产门槛约合3000万到5000万日元，这比很多人的想象一上来就1个亿500万人民币等要低得多。
前5%，再往上一个层级的话，根据野村研究所的长期统计，当净资产大于1个亿日元的家庭，那么这个数量已经进入到100万级别以内。因此推估，日本前5%，也就是净资产1亿日元以上，这已经是一个明显的断层。比富裕层更少的是超富裕层。在日本的总世代数大约在5500万个世代的规模，也就是说118万的世代也占日本总世代数的0.2%。想进入到日本的前1%，需要净资产达到5亿日元，相当于2250万人民币以上。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认为，日本的1%至少要10亿日元，或者约合人民币5000万以上吧。但在日本，由于财富集中度不如美国那么极端，5亿日元2250万人民币左右就已经能进入到前1%的区间，而在美国这个门槛通常要更高。原因主要有3点：日本拥有大量的中等资产家庭，资产中位数本身不高，家庭资产中房产占比高，金融资产累积慢。3是退休人群很难再享受高增长型资产的红利。这种结构让日本的财富分布相对均匀，但整体仍然偏低。把所有数据放在一起，你会发现3000万日元以上已经进入到资产的前10%，1亿日元以上大概进到前5%，5亿日元以上几乎站在日本财富的最顶端。这些门槛比亿万富翁的想象现实得多，但仍然需要长期累积。日本的财富分布不像美国那么极端，但真正要走到资产前1%，仍然需要持续的累积，长期的投资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必须回到一个非常现实的结论：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，进入日本资产的10%，甚至前5%，靠的不是暴富，而是时间。而时间只有一个工具能稳定地转化为财富，就是长期定投，不预测市场，不追逐热点，把赚钱变成一个长期过程，复利的过程。你可能进入不了1%，但只要能坚持定投，进入到前10%甚至5%，其实并不遥远。最后，你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现在的净资产大概在哪个区间？你退休的目标是前10%，还是5%，还是1%？